我们来看一下第二部分，安装部署。我们先安装一下刚才下载的所有软件。首先是 VirtualBox， 我们找件安装包，双击进行安装。通过向导模式单击下一步。完成以后，我们可以去安装一下它的扩展包。单击安装，同意一下它这里的协议。安装完以后，我们通过扩展这块能够看到刚才所安装的扩展包。下面我们对 VirtualBox 做一些最基本的配置，比如我们可以更改一下今后虚拟机所安装的路径，它默认是在 C 盘，我将它更改到 D 盘下的 VM 目录。然后我们找件刚才下载的 Pnet 的镜像文件，双击进行一个导入的操作，它会自动导入到 VirtualBox 当中。我们先将所有的项目保持默认，单击导入。导入完成之后，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的 Settings 来更改一下虚拟机的名称，它默认是 VM， 我们可以把它编辑为 Pnet Lab。然后在系统这块，我们可以去更改一下它内存的大小，我这里保持 8G， 还有处理器的一个数量。重点是我们需要勾选一下这个选项，让虚拟机来支持 CPU 的虚拟化。然后我们可以在显示这里增加一下它的显存大小，以及显卡适配器的模式。然后我们单击启动。Pnet 初次启动的时候会进行一个初始化操作，我们先要查看一下它的登录的用户名和密码，还有登录的 IP 地址。它的用户名是 root， 密码是 Pnet。先要进行一个初始化操作，我们可以去更改一下它的根用户密码，保持默认也是可以的。其他选项选择默认即可。那么这里可以选择网卡获取 IP 地址的方式，可以通过 DHCP 动态获取或者静态的方式，我们选择 DHCP。其他选项均保持默认即可。那么这样就完成了 Pnet 的初始化，虚拟机会重新启动一下。重启之后，我们还是要检查一下它的用户名、密码以及登录的 IP 地址。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在这里所显示出来的密码是 Pnet 的默认密码，如果我们更改以后的新密码是不会出现在这里的。然后我们打开一个浏览器，输入一下 Pnet 的登录地址。这里推荐大家使用 Firefox 浏览器。首先我们能看到它现在的版本是 4.2.10，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在线模式或者离线模式。我们选择在线模式，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更多的服务和功能。这里我们点击一下 Online Mode， 进入到 Pnet 的登录界面。如果之前没有账户，我们可以通过这里来新注册一个用户，输入电子邮件和用户名进行注册。如果有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这里直接进行登录，输入用户名、密码。这里的验证码是需要区分大小写的。在这里有两个选项，一个是 Console， 一个是 HTML。Console 表示我们登录设备会使用第三方的远程访问工具，比如 Party 或者 Secure CRT 等。HTML 表示我们会使用 Pnet 内置的控制台登录路由器等设备。这个选项我们也可以在登录 Pnet 之后随时更改，
这里我们选择 Console， 我们单击登录。登录之后，我们通过系统选择 Versions 查看一下它的版本，它目前是 4.2.10。 然后我们去安装一下其他软件，先安装一下 Party， 这里需要记住它的安装路径，我们之后需要使用 Super Party 来关联它。保持默认，单击下一步，我们可以在桌面上创建一个快捷方式。安装完成。接下来我们打开 Party， 来远程登录到 Pnet 上，做一下升级的操作。我们输入 Pnet 的地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这里的字比较小，我们可以通过这个选项来更改一下它字体的大小。我们在外观这里来更改一下字体的样式，还有字体的大小。设置完以后，我们需要在绘画这里选择默认设置，单击一下保存。那么之后打开的所有 Party 窗口，它的字体大小和样式都会进行更改。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登录之后的一个提示， Pnet 4.2.10 是基于乌班图 18.04.5 LTS 长期支持版。下一步我们去安装一下 iShare2 工具。我们打开 iShare2 的 GitHub 项目，然后复制一下它的安装命令，粘贴过来。这里 Pnet 提示我们是否使用 Azure2 工具进行下载。Azure2 是一款提升下载速度的工具，但是在 Pnet 中没有默认安装，所以我们这里选择 No。 这里是让我们选择一下安装的通道，一为主通道，二为阿尔法，里面有很多的测试版本，我们选择一主通道。接下来 Pnet 会执行一下安装的操作。到这里就已经安装成功了 iShare2 工具，我们能看到它的版本是 2.1.8。 我们可以通过输入 iShare2 命令来查看一下它的命令格式，这里给出来了很多的提示。我们用到最多的是 search 命令、查找命令和 pour 命令，就是下载命令。具体使用方法我会在后面做一个详细的演示。我们首先使用 iShare2 工具来升级一下我们的 Pnet 版本。我们输入 iShare2 Upgrade， 这里有4个选项。我们看到这里的选项2是用来升级 Pnet， 我们在这里输入2，回车，可以选择一下我们升级的版本，一为版本5的稳定版，2为版本5的 Beta 测试版，3为版本6。这里我们需要注意一点，我们目前安装的是版本4，版本4跟版本5都是基于乌班图 18.04， 但是版本6是基于乌班图 20.04， 所以我们无法从版本4或者版本5直接升级到版本6。这里我们选择1，升级到版本5的稳定版。这里看到升级的版本是 5.3.13， 但是在网站上给出来的最新版是 5.3.11， 所以我们使用 iShare2 工具能够获取到更新版本的 Pnet。 然后我们耐心等待一下它的升级过程。这里升级完毕，我们看到已经成功升级到 5.3.13。然后我们选择4，退出 iShare2 的升级。
之后通过 int6 来重启一下 pnet。之后我们等待一下 pnet 虚拟机的重启。好的 ，pnet 已经重启。我们通过浏览器刷新一下这个页面，然后在系统查看一下版本，升级到了 5.3.13。这是我们通过 iShare 工具进行升级 pnet 的操作。下面我们看一下 pnet 里对账户的管理。对于个人使用者来说，这个操作是一个可选项。主要的使用场景是在培训机构，可以使用一台性能强劲的计算机作为服务器。学员可以通过局域网登录到服务器上进行实验。管理员可以通过角色和权限的分配来实现对学员的管理。在账户这里有2个选项，一个是用户管理，一个是角色管理。我们先来看一下角色管理。通过添加这里，我们可以新添加一个角色。我们将角色命名为 user， 然后给角色分配一个工作目录，也叫 user。它位于根目录下的 user 目录。在右侧这里分别是对文件夹和实验的权限分配，我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下面这里可以分配相应的硬件资源，比如说 CPU、内存还有磁盘的一个使用率。不填写表示不做任何限制。我们单击添加。这里我们看到已经成功添加了一个角色，角色名为 user。下一步我们返回到用户的管理。我们看到这里面有一个用户，就是我当前所登录的用户。那么下一步我们可以通过这里进行添加一个新用户的操作。那么这个新用户首先是要在 pnet 网站进行注册。我这里输入一个已经注册过的用户，然后将它分配到相应的角色，有管理员或者是我们刚才所新建的 user 的这个角色。我们单击添加。我们将这个新用户分配给了 user 的角色，那么它的权限就会隶属于 user。之后我们点击这里的 apply 来应用一下。接下来我们尝试一下用这个新用户来登录 pnet。我们开启另外一个浏览器，输入 pnet 的 IP 地址 200.143。输入刚才所新添加的用户，用户名、密码，然后进行登录。已经成功登录到我们的 pnet 之上。我们来对比一下区别。首先通过右上角我们能看到用户名是不一样的，并且在这里的工作目录也是不一样，还有菜单栏的选项，管理员要多很多。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左上方这里来添加一个目录，新建一个实验，对实验进行改名、移动实验、删除实验，还有对实验的导入跟导出的操作，还有排序。我们点击新建一个实验，我们先新建一个叫做 test 的实验。在右侧这里有相应对实验的权限管理，比如说谁可以去打开这个实验，谁可以加入，或者说谁可以去编辑这个实验。每一个权限都有3个选项，分别是只允许管理员、所有人或者管理员以及指定用户。我们在谁可以打开实验这里给它添加一个新的用户，
然后点击添加。通过左侧菜单这里，我们可以完成对实验的一些操作。比如说可以添加一个对象，或者对节点做各种的设置操作。我们选择这里的添加一个对象，发现它会有很多的子选项，添加节点、网络、图片、文字等等。我们也可以在实验的空白处单击鼠标的右键来呼出这个菜单。我们选择添加一个节点，所谓的节点就是指各种设备，比如说交换机、路由器、防火墙或者各种主机等等。由于之前我们没有添加交换机、路由器等设备，所以这里只有2个默认选项。我们选择这里来展示一下所有的没有被支持的设备。那么这些灰色的就是现在 Pnet 还不支持的设备，表示这些设备的镜像文件我们没有添加。接下来我们通过 iShareTool 工具来添加一下交换机、路由器等设备的镜像文件。我们首先通过 Party 软件来登录到 Pnet 上。我们先关闭这个窗口，重新打开一下，输入用户名和密码。登录之后，我们通过 iShareTool 工具来添加一下设备的镜像文件。首先我们使用 iShareTool Search 来查询一下相关类别的镜像文件。比如说我们选择一下 IOL， 看一下在服务器上有哪些 IOL 的镜像文件。我们稍微等待一下，这里大概罗列出了10几个 IOL 的镜像设备。之后我们就可以使用 iShareTool Pour 命令来将相应的镜像文件下载到本地。它还在查询，我们稍等一下。查询完毕了。凡是符合 IOL 关键字的镜像文件，它都会查询出来。我们要去安装 IOL， 就可以使用上面这套命令，用 iShareTool Pour bin， 然后输入相应的序号。比如说这里我们输入17，这会儿 Pnet 会将对应的镜像文件自动的下载到本地，并且放到相对应的目录当中。这个目录非常关键，不同类型的镜像文件所安装的目录是不一样的。我们使用 iShareTool 工具，它会做一个自动的执行。这里它会进行一个下载的操作。我们稍微等待一下。完成之后 iShareTool 工具会自动执行一个对权限的修改命令。这一点非常重要。如果说我们手动上传完镜像文件，都需要去执行一下对权限的修改。但是我们使用 iShareTool 工具，它会自动的帮助我们完成这一步操作。如果我们需要手动去修改权限，是在系统设置这里，单击修改一下权限。那么 iShareTool 工具会自动的帮助我们下载镜像文件，并且把文件放置在相应的目录，之后还会帮助我们进行一个权限的修改。它可以自动化的完成这一系列操作。然后我们去添加一下节点，发现这里有 IOL 的设备。我们选择一个3层的路由器，这里是它的镜像文件。通过这里我们可以去更改一下一次性所添加的设备数量。比如说我们现在添加2台，这里是对设备的名称进行命名。如果我们一次添加多个设备，它会自动的在设备名称之后添加一个序号，还可以对设备图标进行更改。我们选择默认就可以了。除此以外，我们还可以对接口模块的数量进行一个添加。比如说选择2个以太网模块，我们再去选择2个串口模块。
默认情况下，每个模块下会有4个接口。我们点击保存，它会同时创建出来2台路由器，并且自动的在名称后面加一个序号。我们通过这里的插头图标可以连接不同设备之间的接口。比如说将 R1 的 E0-0 跟 R2 的 E0-0 相连，点击保存。那么这样就可以将2个设备的接口连接到一起。通过这里的开始图标，我们可以启动设备。刚才是添加 IOL 的设备，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如何去添加 Dynamics 的设备。它们的方法是一样的，我们通过 iShare2 Search Dynamics 来查询一下在服务器上有哪些 Dynamics 的镜像文件。我们稍微等待一下，这里列出了一共27个镜像文件。安装的时候呢，也是使用 iShare2 Pure Dynamics 加一个相应的序号，比如说我们添加24。我们稍微等待一下，那么下载完成了，并且它也会对权限做相应的修改。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如何去添加 QEMU 的设备。同样利用 search 命令来查询一下 QEMU。它会列出在服务器上的所有 QEMU 的镜像文件。这里发现有1204个，非常的庞大。我们还可以去精确的搜索一下，比如说搜索一下 ASA 思科的防火墙。这里列出来了有关 ASA 的所有设备。同样我们可以使用 iShare2 Pure QEMU 再加上相应的序号来下载所对应的设备。比如说我们下载这个64，序号为64的设备。我们输入 iShare2 Pure QEMU 64。我们稍微等待一下，这个下载速度和我们的网络环境有直接的关系。下载完以后，它同样会把文件放到相对应的目录当中，并且会做一个权限的修改。然后我们刷新一下这个页面，通过右键选择添加节点，发现刚才所安装的设备都已经出现在了这里。我们先去添加一个 Dynamics 的设备，将名称改为 R， 数量设置为2。然后还可以去添加一个 ASA 的防火墙，同样可以设置一个数量。单击保存就可以进行添加。具体这些设备如何正常的去运行，我会在下一章节进行讲解。